欢迎来到尴尬专访中。今天这位来宾你一定听过，他是知名 YouTube 频道上班不要看的执行制作企划，目前演出业务，能够参与这么多有创意的影片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还能够身兼这么多身份，那就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吧。让我们欢迎马西。大家好，我是马西。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跟声音，但我没有想过自己是知名代表。当然是我们大家上班不要看最知名的女性成员之一。Oh my god！ 哦，对，是之一，没错。我们还有关关的，还有 Amy。那首先想要问问马西，因为很常看到你们自己成员，还有你自己很常提到说，老板很爱生气这件事情，而且听你们描述，他感觉有点大发雷霆的程度。那你当初有因为这件事情想要离开，或是后悔加入过吗？是没有，但是会蛮特别的，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刚入职第一个礼拜吧，然后就遇到老板真的大生气，会砸东西的那种程度，然后我就很紧张。可是我就看着旁边的同事们，大家都是很日常，很日常，然后很自然的在上班，然后也没有特别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也习惯了。就是他的生气有时候是真的，他需要一个抒发啦。但当然我们也会跟他说，可能尽量不要帮我们砸东西，压力会有点大这样子。但他其实生气都还是有一些理由在的，就是他如果说是为了工作好生气，我们这个都可以接受。那他自己私人情绪上面的生气呢，我们就不要理他。就让他自己去发泄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当老板他的压力其实很大，他需要担心的东西很多，不是像我们当员工，我们就只要担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而是他其实要担心的所有事情，包含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公司，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是蛮正常的，是可以理解他的。可以理解但不接受。我理解，但是还是希望他可以改善一下。对。那你有说到你其实很在意会有一些人打错你的希，就是希望的希。那当初有一个大麻西餐车这个系列，你为什么会愿意用吸管的吸接在后面呢？因为就是想要蹭一些竞技的话题。其实老实讲，我的 YouTube 频道一开始叫麻西姐姐，也是叫姐姐麻西，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有拍一个合作的短片，然后是在防溺水，宣导防溺水，所以那时候就大家在那边自己一起说叫什么姐姐，叫什么姐姐，叫什么哥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想说，我叫做麻西，我倒过来就是西马，所以我想说就叫西马姐姐，再倒过来叫姐姐麻西，所以就是有稍微混着这个谐音，也希望这个系列也不要太跟我绑在一起。那时候。那你其实在上班不要看拍摄了很多影片，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觉得是黑历史的影片呢？黑历史的话，有一支我不算是我自己的黑历史，可是我自己后来播放之后，上架之后完全不敢回去看。就是有一集的餐车在讲鬼故事，然后那一集被骂的超惨，就是因为我们现场其实超多人都不敢听鬼故事的，加上我们现场有一些一开始讲鬼故事之后，就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灵异现象。对，就是譬如说原本不会叫的，可能类似这样助警器的东西。就他就开始发出一个哔的声音，然后就是有感应的朋友们就说他们其实蛮喜欢听的，我就很害怕，所以我们都尽量在现场想要缓和气氛，一缓和下去呢就被骂了这样子。就会觉得说你就在讲鬼故事，你干嘛不把它讲可怕一点，干嘛要乱搞。然后反正有一些影片我当下做完之后，可能看前5个留言我就会知道要被骂了，我就不会看。所以其实是他们希望你放开一点，不要太紧这样子。对，然后加上如果说是黑历史的话，我其实蛮多素颜出演的影片都是因为蔡哥，就是蔡哥很常在办公室，然后他想到他就拿摄影机开始拍。可是我不是每天都化妆的人，因为我在上班的状态下就不可能 every day 都是准备好的状态，然后就是他一素颜凑进来，我真的是吓死。可是我后来可能大家也看习惯了，所以我也不觉得那是黑历史。那你当初是从麦卡贝转到上班不要看的，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很特别，因为其实在麦卡贝我是裸辞，然后辞下来之后，在我裸辞之前，其实大黑就已经进上班不要看了。然后那时候他有跟我，就是应
应该说以前我在麦卡贝的时候就有跟上班不要看合作过，也是因为麦卡贝我才知道上班不要看。然后有一次因为电玩包包，然后去上班不要看那边拍摄，所以当下老板跟汤马就有对我留下印象。在我离职之后，他们从大黑那边知道我离职之后，就是都有邀请我过去，去帮忙拍摄啊，帮忙当小助理啊等等的。然后渐渐的，其实我那段时间也有去其他公司去面试，但后来某一天帮忙到一半的时候，汤马那一天就跟我说，那马西你去帮我去买一些家具，因为那时候他们刚搬家，然后我就去买完家具之后回来，他就说那你下礼拜来上班这样子，我就吓到。但其实我在这前面我有先面试过一次，但因为我跟大黑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会比较避讳是情侣关系进来公司，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汤马跟关关也蛮用心的，他们就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一直就是有什么拍摄我明明不用做什么事，但是就会叫我过去帮忙，然后大家就会习惯我的存在，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有允许我进公司这样子。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是可能因为你们是情侣的关系有点担心，然后因为汤马斯跟关关就帮助你进去那种感觉嘛。对对对，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以前人很少，在我进去之前才9个人吧，然后甚至我那时候是跟小饼一起面试的，然后面试之后他们就是公司其实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那时候就有问说，那有想要让我进来吗？然后就有人就是有部分的人还是会有这个疑虑，但我觉得有这个疑虑是很正常，因为假设今天真的情侣关系在公司吵架怎么样了或分手了，那其实少一个人做事上都会很麻烦。前面其实也有提到说你在上班不要看是兼职很多职位的，那这些职位你是同时并行的吗？有没有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同时并行的，所以以至于我到后来我有跟老板讲这件事情，我就说我有点累了，可不可以少一点工作做这样。但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感都不一样，因为像我是从汤马的助理开始做起，然后后来到做制作、做企划、做制作的话，就是那时候我们是 follow 蔡哥，我们有分很多个小组，然后我跟大黑跟蔡哥是一个小组，然后那时候因为蔡哥有很多个想法，所以帮他在1个礼拜内帮他执行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就感。然后自己做企划，像大马西餐车，或者是像妇委会信箱，这个自己执行企划也是另外一个成就感，就是被大家喜欢，以及这个系列有成功执行下去变成系列化。然后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可能还是业务，因为业务它是一个很明确，你看得到你帮公司赚了多少钱。KPI 的部分，对对对，就是养活大家，帮大家找到金钱来源。没错，而且也就是这方面也会让自己觉得说，我是有能力去赚这些钱的，有转单的能力的。那你其实一开始是担任幕后人员，像是执行制作，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觉得好像主持人剪辑是比较容易被大家看到那种感觉？不会，不要看到我最好，因为那时候我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因为我跟大黑是情侣，所以我很怕我一出现在幕前，然后可能先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会觉得说我是靠关系进来的，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公司说，我不想要那么快的进入到幕前，我希望我在幕后有做出一些事情，让大家看到之后，再慢慢让大家看到。那转到目前这个过程大概是怎样？当下会觉得有点抗拒吗？一开始会很害怕镜头啊，会超尴尬的，就是真的很难面对镜头。一看到镜头的表情就超级不自然，然后我再回去看影片，就会觉得我怎么长这样，而且我怎么这样子讲话？因为我想到了我那个黑历史的影片呢，就是我第一支的周记，那时候周记才刚开始，好像第一支还第2支就直接抽到我，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跟阿姐、蔡哥不一样，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很多企划的想法，可是我没有，那时候我没有，然后我那时候甚至我还在开头影片讲说什么大家好，我是马西德斯，哇，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有点鸡皮疙瘩，但是真的是后来慢慢的就会习惯，就是把镜头当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可能当成朋友，或者是当成因为我觉得蔡哥的帮忙很大，因为他很常就是第一人称视角拿着镜头跟你讲话，所以久而久之我可能就会把那个镜头当成蔡哥，或当成某一个人，这样子就比较不会那么尴尬。那你其实也有提到说，像是蔡哥或者是你们成员有很多人都会突然就开始突击拍摄，那你会不会有觉得说很崩溃的状况，或者是执行其他人的企划的时候会很累的感觉呢？
好像还好，就是除了说素颜这段时间比较会比较冲击一点，会觉得蔡哥你可不可以先讲，可不可以让我有点时间化妆？但其实后来大家都习惯我素颜，我自己也习惯素颜之后就还好。但其实执行别人的企划对我来讲，假设我可以帮上忙，我可以让这个企划更完整，或者是我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想法把这个企划执行起来的话，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开心的。所以如果说很累的话，我们其实有过几次的拍摄，可能都是早上6、7点就要出门。但是那个执行起来，其实我会觉得很像是学生惩罚，就是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作品在努力，所以虽然辛苦，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跟结果是快乐的。很值得的，就我觉得很算累。值得，真的真的就很像，因为以前很多人在问我，就说哇，你这样上班时间不固定会不会很累？你去拍摄会不会很累？但因为以前的当然现在我们分工比较明确之后，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可是以前就是大家真的每一次都在做同一个计划，做同一件事的时候，真的会很有成就感。那你刚才提到说，其实一开始可能分工没有很明确，就可能有一些新创的公司会遇到的问题。那你自己早期会有这种状况吗？但其实一开始算蛮明确的，只是我自己后来揽了太多工作在自己身上，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从其实公司在初期就算是蛮明确，就是有分企划跟制作，这个我觉得蛮难得的。然后还有像摄影剪辑，然后我是从他们的助理开始做起来之后，我就觉得每一点都学一点，因为我觉得我的好处是我虽然在这家公司待了6年，但我都在做不一样的工作，可能从行政，然后到制作，到企划，然后到企划主管，到业务。我觉得分工都算是蛮明确的，只是说当然我们在做制作的时候也会碰到企划的东西，在做业务的时候也会碰到企划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在做企划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跟 Amy 在做企划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两个是企划兼制作在做，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很容易因为学了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会混在一起用，所以反而是其实这个分工不明确，不是公司的分工不明确，是我们自己想为公司做的事情太多了，听起来好社畜，对，就是这样。听起来奴性很重。奴性很重，但是很重。那你也有提到说，有一些你觉得无法完成或是会崩溃的计划，你会偷偷学习。那有些影片没有看到的话，是你有预感的吗？可以偷偷跟我爆料吗？有一些的话是真的没有找我，本来就没有找我。但是像鬼月的话，我刚好因为那时候我做正二，躲掉了。如果说原本要找我去的话，我可能也会 no，因为之前像我很怕黑跟鬼。就是这种东西，我基本上我怕的东西跟蔡宜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蔡哥很勇敢，就是他愿意去挑战这些事情。基本上我是直接 say no，但其实我们公司的企划不太有，应该说没有太多真的太可怕，或者是接触一些真的太过分的事情。但如果说是像有一次是小欧跟 AK 在我们地下室拍摄。然后那个拍摄呢是利用一个小飞碟，那个小飞碟呢是绑在小欧的下体上面，然后利用那个小飞碟去可能想要对那个小飞碟的摆动去展示某一种情境，那个情境呢他们就会清场，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这样子。听起来蛮像成人片会做的事情，很可怕。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尊重彼此。那你们有些节目其实是会对老板提问或是恶整老板的，那你们会不会有过担心他是老板，然后就会有所保留，或者是怕他会秋后算账的呢？秋后算账的话会，有所保留的话不会，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就是他表面上是那个样子，他其实私底下也是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在拍这些企划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后期比较尊重他的想法。假设他真的不想要的话，我们也都会收敛一点。所以到后面大家会看到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会整老板了，或者是怎么样，是因为其实一方面他没有真的那么喜欢这件事情。可是以前初期的观众其实很喜欢看我们整老板，但我觉得后期的话，他有自己。毕竟他之前也当过政治人物，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定的专业程度在，所以有一些恶整的部分，他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喜欢。而且后期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喜欢我们整他，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少这样子的内容。那有没有哪一支自己企划过的影片是你很喜欢，可是观众的反应不如预期的呢？那个
大麻西餐车有一段时间我们 work from home 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视讯版的麻西餐车，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看，就是它是很难得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可以访问每一个人的家里的状况，然后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是用视讯，所以有一些人家里可能网络不好，所以可能画质就没有那么好，但如果说是配上大家可以拍摄的那个画面的话，我觉得那是很难得，而且我现在回去看，我还是每次都会看完的一支影片，但就很可惜，我记得那时候的观看好像卡在20出头，因为它跟那一阵子的餐车比起来，观看数是差蛮多的，我就觉得好可惜，但是因为视讯这件事很容易看到视觉疲劳，所以我也可以理解。那你会怎么样面对观众的评论呢？像是你其实有提到说有一些人会骂你，然后却又很喜欢你企划的内容，那你通常他们批评的点是什么呢？他们批评点就是尴尬，基本上会骂蔡哥什么就会骂我什么。你们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对，我们很常在 PTT 上面，以前啦，我们很常在 PTT 上面被讨论。只要蔡哥被骂，我就划了一下，大概10行以后呢，我也加入了。就是我跟他基本上是绑在一起被骂，就是尴尬不好笑，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团康，就一点都不上班不要看，然后或者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然后或者是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讲，就只说就是那个大黑的女朋友，或是会攻击我外表。可是攻击我外表这件事，我就是真的很还好，因为外表本来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可是说我尴尬，说我不好笑，这个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口味。但是因为我会发现说有些人不喜欢我，可他们喜欢我的企划，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那个是我做的企划。就譬如说他们想要采一捧一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说像那个哪一个企划就做得不错，我觉得那个人做得不错，我就想说那不就是我做的吗？那其实我做的，你们有拉到最后看企划是谁吗？这样子。但我觉得观众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是，讨厌我的我真的安抚不了，我也讨好不了，所以我会更认真去面对那些喜欢我的观众。那你其实也有说过，稳定品质对你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就是你们要可能稳定上片啊，然后同时又要保持品质的好。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品质跟流量不一定会是相关的。这种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干嘛那么坚持品质的部分呢？还是要坚持品质，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放在网络上，今天可能公司已经解散了，可是当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频道里面的东西的话，如果说有1-2个东西品质不好，就会觉得说我当初到底在干嘛，会觉得有点白费努力的那种感觉吗？会觉得好浪费哦。譬如说某一个主题我们没有拍好，其实我们心里也会觉得哇好可惜哦，是不是可以再修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它变得更好。其实我们不太会随便出东西，对，我们对于每个企划其实都是蛮认真的，但品质这种东西就是每一个企划它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当然因为预算上面的考量，毕竟我们不是什么太赚钱的公司，那预算上的考量上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力气去呈现它，那剩下的真的就只能交给观众。那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我自己会觉得我喜欢这个作品是最重要的。那刚才其实也有提到说，就是品质的部分是你们可以掌控的，那流量可能是有点困难，但其实有一些流量可能还是有迹可循，像是可能有些人会说什么外国人称赞台湾流量就会很好啊什么的，那你们会就是看最近流行什么就去拍摄那个流量好的吗？以前的话会耶，但我们不会是跟风的拍法。像以前夹娃娃机很红的那时候，我们就变成用夹吧，就是那种车子，然后去夹娃娃机这样子。就是我们还是会有跟风的话，还是会想跟风，但我们会希望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而不是都拍一样的东西。还是会希望用自己的风格去呈现。但流量有迹可循这一件事，其实在我做福委会信箱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当初做福委会信箱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希望它是可以稳定观看，然后呢我观看不想要太高，很奇怪我就是想要观看，可能我就想要让它在20以上30以下这个区间，因为我想要卖出去。可是因为我们原本的影片的报价就是比较高，但因为有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企划，然后可以压低价格，比较好卖出去。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些
算是有一个公式在，我就会知道说这个影片的哪一些元素是我们的固定观众会喜欢，那只要有这个元素，就能保证它在20到30，而不会太多人看。就是我还会怕太多人看，因为太多人看，那我就不能卖得太便宜。所以呢，我那时候有控制，那时候福尔会信箱，我觉得我有做到这件事，而且这个系列后来也成功了，卖了有100多万的商案，就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小小的作品。那前面其实你也有提到说你跟大黑是情侣，然后虽然你们已经一起工作了6年，但是你还是奉劝很多情侣不要一起工作。没错，这个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也不算坚持，因为我们的工作内容其实本来就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企划、是制作、是业务，然后他 always 都是拍摄跟剪辑。那我们当然也会有讨论的部分，可是很多时候，譬如说，我觉得情侣一起工作的缺点就是，好，你下班回家其实还在聊公司的事情。那我们在很多做影片或者是工作的想法上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里吵架，是因为工作吵架。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上班再讲？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两个讨论好就好了，还是要跟其他人讨论，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可他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是想要我们先私底下有个共识，可是我们就没有共识啊。其实我的想法是另外一边，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就我会觉得我下班就想下班，所以如果说是下班就真的想好好休息的人呢，就不建议一起工作。那你其实现在同时是经济窗口、团购还有自媒体的经营者，你觉得这个身份你会怎么去排序呢？你会怎么去分配？我的排序呢，其实我都是以外面的人为主，因为像我现在其实也兼任走中奖的执行单位，所以变成说我会把走中奖跟经济窗口这件事情摆在前面，然后团购摆在第2位，我自己的商案摆在第3位，再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从年初就有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企划等等的，我会把它摆在第4或第5这样子。那你觉得哪一个会是最累、最耗心神的呢？全部都很累，全部都很累，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一个爆炸期，就是走中奖的招商很辛苦很累，然后当业务窗口的时候也是，当业务窗口倒是还好，就是主要是跟艺人的沟通，还有跟厂商的沟通，这个部分我自己在上班表看的时候已经习惯了，然后团购就是这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还好，但哇，目前压力最大应该是走中奖。那其实上班不要看，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宣布解散嘛。那你们之后还是有一起执行这个走中奖的部分，就是以个人的身份嘛，就不再是团队。对，个人，因为我是主要去谈业务的人，然后很多客户看到我就说：“你们原班人马回来做吗？”我就说：“没有，只有我，只有你而已，只有我是原班人马。”因为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呱吉就有跟我谈到这件事情。然后今年因为我自己出来做之后，我没有去其他公司，我是自己开公司，所以我自己是有一个余裕，然后本来就有留一个空间是可以接这个业务的，所以今年就接到这个任务，然后就接下来了。那你之前是以上班不要看的接洽窗口身份去跟厂商沟通的，然后现在的话则是 IG 的自媒体经营者。你觉得在 YouTube 跟 IG 这2个平台遇到的厂商会有什么差别吗？像是你会觉得 IG 的厂商可能比较好沟通吗？或是比较有弹性？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主要是分熟不熟悉新媒体的厂商跟传产的厂商，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但我觉得最主要好不好沟通还是在窗口，因为有很多是可能现在新媒体的产业可能有很多代理商需要一些新的人进来，那这些人可能就是不太熟悉要怎么跟创作者沟通，或者是跟客户沟通，那就会很痛苦。因为我之前有遇到一个代理商，然后他真的是没礼貌到一个不行，就是我们从前面他开始压价格，我就觉得说我跟你们公司合作过，所以压价格这个 OK， 我帮你赶时间 OK， 那你要加什么资料都 OK， 但是你要明确给我东西。就后来他直接改我的脚本，然后直接改我脚本去给厂商过，后来改回来的脚本甚至他的档名是上班不用看，然后我就哇，我当下快爆炸！你改我脚本就算了，你还把我们公司名字打错。然后，但是我会用一个，因为毕竟他知道我是谁，我就会用一个很有礼貌的方式跟他说：“哇，那你改我们脚本，其实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们。”然后加上
我们公司叫做上班不要看，你要不要回去确认一下客户想要合作的是哪一个频道这样子。我觉得当创作者又在当窗口的情况下，必须要很有礼貌，但是很坚持自己原则，这是会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创作者他会需要窗口，就是因为需要有人扮黑脸。那以前我可能真的不太，但这对我来讲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幕后出身的，所以我一直不把自己当成很幕前的人看，所以我都会很直接的跟客户这样子对，就是我有自己坚持的立场，我就会坚持，我才不管你觉得我很讨厌或者是我很难搞，我不管，因为今天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工作做好。所以当我自己兼任创作者跟窗口的身份的时候，我觉得我算是可以踩在一个礼貌但有立场的方向。那你刚才有说到你自己也是创作者嘛，然后你同时也是可能其他经纪公司的窗口，或者是你们自己上班不要看的窗口。那在保留创作者想法这个部分，还有厂商想要的，你会怎么达到平衡呢？你会以创作者想法为优先吗？会以创作者的想法为优先，当然是先捍卫我们自己。但如果说客户真的有一些厂商的资讯真的要放，哇，真的凹不了，那就没办法，就是凹一下我们自己人。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舍有得。那当然对我们很好的客户，我们就会给他更多东西。那你刚才有提到过，你离开上班不要看之后，你其实有跟朋友一起经营品牌。那你觉得从厂商跟新媒体这两个不同角度，他思考的点会是什么样？我觉得现在厂商越来越在乎的就是转单，因为过往厂商跟新媒体合作的方向是以曝光为主，当然越大量的曝光越好，或者是针对我自己想要的 TA 曝光。但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厂商会改做团购跟商案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在乎的就是转单量。那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转单量？我觉得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粉丝要什么很重要，你要用你粉丝喜欢的样子去呈现这些商品，然后让他们变成是有购买力的粉丝很重要。但因为现在我觉得前期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粉丝到底要什么，所以会有一点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的合作会怎么样，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转单量或是怎么样。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慢慢清楚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客户这边也是，我有遇过几个客户，他也是会帮忙去创作者，然后可能去分析他们的粉丝群，然后去建议他怎么样去做业配，可能会比较有转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个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转单这件事情。那了解厂商的角度之后，会对于你经营自媒体有什么影响吗？还是你会比较坚持说在自己的创作部分？我觉得就会知道厂商要什么，以及怎么样子去呈现他们的产品，他们会比较能接受。所以在我自己阐述我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也会以厂商的角度，就是怎么样他们会很开心。就譬如说，像我最近其实有要做一个系列，是一个台语剧的系列，然后我就会已经可以预想到，假设今天有东西要业配，那我可以怎么放进来，我就可能比较好跟客户去说明，或者是今天没有商案没关系，但因为我有团购，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团购放进来，然后也等于是给厂商一些 reference。所以我觉得做这些商转的东西对我来讲，现在反而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你去年12月底的时候就有先离开上班不要看了，但是今年听到他们解散的消息，有带给你什么不同的想法或是感触吗？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讲，因为我没有领到这个失业补助，我也没有领到资遣费，然后大家都会来关心我，就说哇，你最近应该有资遣费吧？没有，我去年就离开了，就是可不可以早一点讲？提早讲就不会那么早。对，但是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啦，就是哇，我们以前大家这么有向心力的就是花了很多心力在经营的一个频道，然后就突然就不经营下去。但我觉得在一个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对，不然最后就真的会变成歹戏拖棚，做的东西可能会大家越来越使不上力，那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必然的。但是我那时候有跟老板，那时候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他讲，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如果把公司频道的账密，然后发给所有的员工，曾经的员工，那我们可能偶尔可以发一些东西上去。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上班不要看的频道上面做一个云端交流，感觉是蛮可爱的。但目前没有这么做，大家可能也没空。
那你觉得这个会是代表可能 YouTube 的生态改变，或者是自媒体经营的改变吗？你说上万不要看结束吗？对，有这么重要？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但是确实我觉得团体的经营上是比较困难一点。我觉得因为团体我们公司从一开始10个人，可能像一开始最初可能3、4、5个人，那后面到我这个时期10个人，到后面我们已经10几20个人了，这样子经营下来真的以 YouTube 的生态来讲很难养活这些人，必须要有一些副业。但是因为呱吉自己本身又不喜欢做，可能像有些人去开饮料店，有些人去做电商，他不喜欢这一种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找出了一个自己的副业，自己的品牌，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 YouTube 走到后面，基本上到2023年的时候，大家差不多就已经要做这件事，如果还没有开始走的话，基本上就很难撑到最后。我个人觉得，因为从2024年开始，我觉得整个市场就慢慢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那你会希望观众记得是上班不要看的麻西，还是你在自媒体上的不同面貌呢？我觉得都可以耶，就是这几种我都可以接受，但就是不要在可能我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丑的时候来认我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其实因为像我之前在路上我被认出来的状况，其实反而不是在上班不要看，然后可能他是看过我做过正2的影片啊，或者是我剃光头的影片啊，或者是像我做月亮碟片的影片等等的。其实这个会让我蛮惊讶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主要的露出是在上班不要看，但我自己的样子也有被看到，我觉得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客群，所以这2个客群我个人都很喜欢。那你接下来会想要稳定更新你的 YouTube 吗？还是对于经营自媒体有其他未来规划呢？努力，因为像前面讲到的，我可能都几乎在做别人的事情，像走中，像做别人的经济窗口等等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老实讲，我在去年离职之后，我其实有想要我经营 YouTube 的方向，譬如说我想要做，我想要跑店。然后做陪伴型的影片，可能我去一家新的店、咖啡厅或者汉堡店等等的，然后我可能去，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聊一下最近的近况，然后这支影片就结束，就是不会有太多配乐，但是我希望它是舒服的陪伴型的影片。然后如果说是 IG 的话，我最近在筹备一个台语短剧的系列，是想要以台语短剧的方式，然后去演绎出像我们这些北漂女生，或者是在台北生活的女孩子的生活会遇到的事情，所有的日常，或者是跟别人一起住啊，有室友的日常等等的，然后会希望以台语的方式来演出，想要加强台语的形象以外，也希望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学到一些台语的谚语或台语的用法。那刚才其实你前面也有提到说你的排序可能会是比较偏向幕后的，那这个是跟自己的倾向有关吗？可能就是你喜欢幕后大于幕前这个部分。对，我喜欢幕后大于幕前，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我对我自己没有真的那么有自信。因为假设我今天真的全心全意在做我自己的形象，做我自己的频道的话，我自己的得失心会很重，压力会很大，就是可能只要有一支影片被骂了1-2句，可能1-2个留言骂我就会觉得完蛋了，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然后我没有做好，所以我会觉得给我自己压力很大。但是幕后的话，就是我今天把这支影片拍好了，把这个影片完成了，把这个商案完成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明确，就是这个东西好跟不好。但目前做影片很难说这个东西好或不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压力很大，所以我宁愿把它当成是我的副业，而不是主业。因为其实应该有提到说，目前的可能好跟不好是很难评断的，就是它会牵扯的因素很多。对，可能跟观众的喜好也有关，不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没错，就是今天这个影片拍出来，有的人喜欢我就喜欢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但是我不认为我自己有办法去承担那一些不喜欢我的压力。假设我今天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经营自己目前形象上的话。那今天跟马西真的聊了很多，从节目的幕前到幕后的过程，我们也听到他是怎么看待节目的品质，在这个快速的时代真的很难得。那最后有什么想要对粉丝或是观众说的吗？很感谢你们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前几天在
在家里开直播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观众来留言，他就说麻西好久不见，就是我很喜欢看你们去年北极的那一系列的影片这样子。然后我看那个留言，老实讲他就是短短的一个留言，可是对我来讲很感动，因为去年做北极这个案子真的对我来讲压力超大，然后做完我当然也知道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就是我应该可以再把它做到更好，可能没有办法。那个情况下，我就会知道其实有一些负评，那大家对这些东西的评论是怎么样子，我其实心里压力也很大，所以我就是选择不去看。可是我很感谢有这一些愿意来对我讲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跟我说我很喜欢，或者是其实前阵子有很多人来私讯我，然后就是他们私讯方式就是觉得很欣赏我做事的方式啊，或者是我可能在镜头面前表现的，或者我做了什么，然后迫使他们也有这个能量，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就是我没有想过，毕竟我6年前从一个行政助理开始做起，到现在，以前看这些影片，看这些 KOL， 觉得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可是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带给大家这个影响力。所以那当下我真的觉得，以前就会听到说很感谢这些观众，很感谢，可是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件好像是一件很客套的事情，就是我只是为了留住他们而讲这些话。但现在自己感受到这些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多力量。尤其是我有时候真的比较低潮的时候，我会把大家写给我的卡片打开来看，就是大家的文字跟爱是很有力量的，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振作起来的。就是现在看到我有这番作为，我的努力的人不只是我身边的人，而是有这些观众支持我，我才能走到现在。所以不管我做什么，未来做什么，我都真的很感谢。不管他们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喜欢我，我都很感谢他们曾经有喜欢我，支持过我。真的很感谢大家。